欢迎来到 Newsnet 东方新闻厅，本频道客观理性的报道全世界有趣的新闻，欢迎订阅。上期我们介绍了曾经号称亚洲第一反潜舰的日本海军村雨级大型护卫舰，它的排水量达到了6200吨，是世界上第一个装备有原相控阵雷达的水面舰艇，并引进了美国海军的垂直发射导弹系统，配备了远中近3层的反潜战斗系统。在当时的确是一款先进的大型护卫舰。如果中国海军 054B 护卫舰和村雨级比较，两个护卫舰的排水量相当，但因为村雨级是1996年服役的舰艇，在之后20多年里，海军装备技术有了很大发展。054B 采用了全隐身的舰体设计，配备48单元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和最新先进雷达，隐身性和战力大幅领先村雨级。但村雨级早在1996年就服役，而且有9艘，加上后续的几型大型护卫舰，日本海军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大型护卫舰，并正在升级和生产更多的大型护卫舰，战力非常强。更不用说日本海军的盟友美国海军的大量核潜艇，所以对中国海军来说 054B 急需大量生产服役。上期详细介绍了日本海军村雨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达到6200吨，装备了世界上第一个舰艇拥有原相控阵雷达，引进了美国海军的 Mk41 和 Mk48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并配备了远中近3层强大的反潜火力，是一款非常先进的大型护卫舰。但村雨级的主炮太小，配备的是76毫米的小炮，而且防空导弹只有 Mk41 的16个发射单元，只能带16个防空导弹，所以火力偏弱。于是日本海军研发了改进强化版的高波级护卫舰。高波级护卫舰长151米，舷宽17米，满载排水量6300吨，基本船型设计与村雨级相同，增大了吨位。高波级和村雨级比较，火力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开始使用日本海军自己研发的先进海军战时指挥通信系统海木卫星资料传输指挥系统。用这个系统，高波级护卫舰可以通过卫星直接在舰上和日本海军司令部和日本首相联系，获得战斗指令。有这个系统，在高波级碰到海上国际紧急事件时，可以马上向海军司令部和日本首相请示，决定是否开火。高波级在舰载武器方面的最大改进是取消了舰体后部的 Mk48VLS，而扩充了舰首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到4组8连装，共32单元，并突出于舰首甲板。Mk41 可以发射防空导弹和反潜导弹，装备了日本海军引进的最先进的 RIM-162海麻雀 ESSM 防空导弹，它的机动性、射程和拦截能力都比村雨级装备的 RIM-7MP 防空导弹大幅增强，而且由于采用折叠式弹翼，使得 Mk41 一个发射管可装填4枚 ESSM 防空导弹，也就是一坑4弹，于是可以携带和发射的防空导弹大量增加。4个 Mk41 发射单元就可以携带16枚 ESSM 防空导弹，防空火力大大增加。中国海军装备这样的技术从 052D 驱逐舰才开始，比日本晚了很多。于是高波级具有大大优于村雨级的武器运用弹性，可是任务不同而调整反潜导弹与海麻雀防空导弹的比例。如果用4个单元携带防空导弹，就有28个弹位都可装在乌拉反潜火箭，村雨级只有16枚，而如果拿出更多发射管用于防空导弹，便能携带大量的 ESSM 防空导弹，整体战力增加很多。高波级另一项重要的武器改进，就是把村雨级舰首的76毫米小舰炮换装为与金刚级大型驱逐舰相同的奥托梅兰拉127毫米舰炮，这样近距离对陆地轰击的火力和反水面舰艇能力大幅加强。高波级装备的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升级为最新的 Mk15 Block EB 版，使用新的搜索雷达并加装光电感测系统，配备 AUG 加长型炮管与炮管外部支架，使射程、威力与精准度大幅增加。所使用的威力强化弹药 LC 由美国授权日本生产，其火控单元与舰上战斗系统结合，以增加整体运作效能，并增加对海面目标射击能力。
在传电系统方面，高波级仍沿用村宇级的 AG9 作战系统，不过新整合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996年开始建构的海木卫星资料传输指挥系统。舰上的海上指挥管制系统 Maritime Operation Force（MOF） 通过卫星传输，舰上配套的卫星通信天线为 Superbird B2， 链接海木系统的指挥终端机 Command and Control Terminal（CRT）。通过海木系统可在网上链接日本海自的高层指挥部，例如海上幕僚监部，甚至直接与日本首相官邸联系。因此，海木系统可以将日本海自舰艇、海自司令部乃至于日本政权核心链接在一起，真实传输战术资讯以及指挥命令等，符合21世纪联网作战的时代潮流。这是非常先进的信息化海军海上战时指挥通信系统。有这个系统，在高波级碰到海上紧急事件时，可以马上向海军司令部和日本首相请示。高波级原计划安装新一代有源相控阵雷达00式射击指挥系统3型 FCS3， 但由于舰体限制，因为增加的100吨吨位用在了更大的主炮和导弹发射系统，没有更大冗余，所以放弃。日本在1990年代的造舰计划时尚未充分考虑隐身设计，因此高波级护卫舰仍使用日本舰艇常见的大型4个方形金属桅杆，同时舰体上层结构较为凌乱。动力系统方面，高波级和村宇级一样，采用全燃动力，采用了2台美国通用动力之一授权日本石川岛波摩重工生产的 LM2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和2台英国罗尔斯罗伊斯授权日本川崎重工生产的 Space MEC。高波级护卫舰的最大航速超过30节，巡航状态下最大航程达11000公里。日本海军原计划生产11艘高波级护卫舰，以取代之前的全部较小吨位的护卫舰，但因为预算限制，共生产了5艘，舷号 DD110 到 D114。首舰 DD110 高波号2003年服役，母港横须贺军港。村宇级和高波级护卫舰有6000吨以上的排水量，在当时是很大的反潜护卫舰，比同时期美国海军的4200吨级的佩里级护卫舰排水量大很多。村宇级和高波级的出现也给亚洲各国海军不小的压力。中国海军当时装备的护卫舰是053系列护卫舰，排水量只有1700到2400吨。当时中国海军的水面舰艇还相对比较落后，于是中国海军研发了054和054A 型护卫舰。到2005年，054型护卫舰开始服役，满载排水量达到接近4000吨。054型护卫舰的设计吸收了欧洲隐身护卫舰的特点，是比较先进的设计。虽然村宇级和高波级护卫舰的排水量增大了很多，但舰体设计并不先进，因为同时期欧洲已经有非常好的隐身护卫舰。另外，村宇级和高波级护卫舰装备的早期有源相控阵雷达，无论是反应速度、探测精度还是探测范围，都被后来的多面阵雷达反超。于是日本海军又研发了更现代化的护卫舰。下期将继续介绍日本海军的大型护卫舰，请订阅以获得最新视频更新。